今天我们讲卡普德瓦这位南美洲的传奇巨人。传说他5大3粗，而且脑袋比一般人多了一个。是的，2个头，说是档案馆里的发现。但你知道的，这种事情有时候会比某些电影还离谱。科学表示这种巨人存在的可能性，但别忘了佩蒂·巴纳姆这位大胆的搞怪艺术家留下了一手，所以我们或许永远也搞不清楚，卡普德瓦是个真实的传奇，还是只是传说的胡吊车？你决定。据我了解，这个 Capdeva 不是一般大，高达12英尺，在中国就是 3.66 米。我的妈！他的尸体居然搬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博物馆，真牛逼！巴塔哥尼亚一直以来都被传说成巨人的天堂，听说这传说还能追溯到探险家麦哲伦的时代，也太古老了吧？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巨人残留在我们现实中的一点蛛丝马迹。不过想象一下这巨人和我们现代人相处的场景，简直是个巨大的谜，搞不清。麦哲伦和他的团队在南美洲的冒险之旅也很牛皮，据说他们登陆巴塔哥尼亚后，竟然遇到了当地人，个头比正常人大2倍。也许当地人只是吃得好，长得高，然后被夸张成了巨人。你懂啊，故事越传越野。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传说中的神话背后是不是藏着一点真实的影子呢？难道曾经有几位真正的巨人在巴塔哥尼亚的美景中徜徉，而卡普德瓦就是他们的缩影？这个谜题真是古老而神秘啊。关于 Capdeva 巨人的起源，有2个相互矛盾的故事。根据第一个，西班牙水手于1673年左右在巴塔哥尼亚的海滩上遇到了 Capdeva， 他被俘虏并被带到他们的船上，在那里他们把他绑在桅杆上，他从桅杆上挣脱出来，还和他们干了一架，结果被长矛刺穿了他的胸膛而死。随后在19世纪，保存完好的尸体被传到了英国，后来又传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成为众多杂耍和怪异表演的焦点，吸引了观众，成为来自世界未知领域的奇观。这个巴塔哥尼亚巨人的故事真是离奇到家了。听说他被发现时已经挂了，胸口还被长矛刺穿，有点像古代版的侦探小说。然后巴拉圭当地人居然把这具尸体制成了木乃伊，还加入了他们的宗教仪式。结果英国船长乔治·比克尔听闻这出奇闻，偷偷溜进巴拉圭，把尸体偷走了。这个离奇的尸体大抢劫过后，被成功地带回了英国。无论是怎么回事，这具尸体最后都沦为了表演者的手中，成了他们好奇心收藏的一部分。至于真实性，各说各话，有人信有人疑。说真的，这巨人的故事简直比侦探小说还刺激。真相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巴塔哥尼亚巨人自己知道了。让我们检查一下证据，看看哪一个听起来更有可能。一个双头12英尺高的人可能吗？要是说真的，双头巨人听起来有点扯淡，就像在寻找真龙或者真巨魔一样夸张。不过别急，实际上也没那么不可思议。咱们先看看这种生物超高的身材。有些人由于患上了巨人症这种疾病，身高变得异常。历史上最高的家伙非罗伯特·瓦德洛莫属了。1918年到1940年间，他的身高高达8英尺11英寸 2.47 米，而且在22岁时还在继续长高。话说这家伙的身高比门都高。不知道你了
尽管我们找到过身高超过8英尺 (2.44 米) 的人，但是活生生的人或者遗骸里真没见过身高达12英尺 (3.66 米) 的货色，确凿的证据就更别提了。尽管理论上人类能够长得这么高，但是要想维持生存的话，面对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以瓦德洛为例，他之所以撒手人寰，是因为他的脚扛着那巨大的身子，搞得起了一身水泡。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水泡感染了，导致了一系列并发症，最终让他眼看着穿越彩虹桥。对于身高更高的人来说，他的健康我看80%是有点问题。难不成还有具有多个头的人和动物吗？其中一种形成多个头的方式是一种叫做双头结侧的怪病。这种情况下，双胞胎看起来就像一个身子上插着2颗脑袋。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奇怪的病例都没法撑到婴儿期，别说成年了，但也有极少数的病例能顽强地活下来。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意大利的托奇兄弟，还有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亨塞尔姐妹。如果这种双头结侧的双胞胎重要器官都能翻倍，每个胎儿都有独立的心脏、胃、肺之类的器官，那他们的生存机会就大增。所以看来双头双胞胎也有可能成为在生物学上搞出一番成就的成年人。尽管这种情况少得可怜，在医学上来讲，要让卡普德瓦是真的，我们可得同时相信2种极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我们得假设这对双头结侧双胞胎在出生时竟然同时患上了罕见的巨人症，这可是一个会缩短寿命的怪病。然后，不知为何，他们居然奇迹般地战胜了所有和这2种疾病相关的健康问题，然后变成了一对能和水手们打斗的强壮、健康的大人。虽然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使整个故事看起来更像是个不太可能的童话。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啊。所以这具尸体据说在60年代被医生检查过，他们说啥也没有明显的伪装痕迹。问题是，好像也没其他专家检查过这具尸体，以确认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有没有内部结构能够让这组双头结侧双胞胎在世界上屹立不倒。看起来我们需要多一些专业人士的审查。这具尸体的真实性还涉及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与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纠缠。P.T. Barnum 是19世纪的一个表演者、商人和政治家，以展示他声称是神秘生物遗骸或来自遥远国度的生物或物品而闻名。其中2个著名的例子包括豺狼和斐济美人鱼。随着时间的推移， P.T. Barnum 以编造夸大故事而声名远扬。实际上，他的大多数展品都被证明是假的，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斐济美人鱼。一旦与 P.T. 巴纳姆扯上关系，就不禁让人怀疑 Captiva 的真实性。还有一种奇怪的艺术形式，叫做流氓动物标本制作术，就是通过重新构建尸体，让它们看起来像神话中的生物，比如龙、仙女、妖精，甚至巨人。虽然这在今天已经不那么常见，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却很流行。所以一个双头的巴塔哥尼亚巨人很可能只是流氓标本制作者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东西而制作的标本。总的来说，尽管从科学的角度看， Captiva 可能是一对患有巨人症的双胞胎，但考虑到它与已知制造多个恶作剧的男子的关联，
以及自1960年代以来没有人检查过尸体。一切都让人觉得 Captiva 更有可能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骗局。在找到无可争辩的证据之前，我不晓得。今天就讲完了，订阅、评论你晓得吧？再会。